这又是一个具备里程碑意义的实战案例。6月1号，阳光明媚的清晨，远在俄罗斯的腹地，彼此相隔数千公里的4个不同的空军基地，这些平日里戒备森严、停放着俄军战略轰炸机的机场，突然之间同时陷入一片火海。没有呼啸而来的巡航导弹，也没有庞大的轰炸机编队，肇事者竟然是一群从伪装成普通卡车移动小木屋里蜂拥而出的小型 FPV 无人机。这些成本可能只有几百到1000多美金的玩具，摧毁了超过41架俄罗斯的战略轰炸机，包括了极其宝贵的 A50 预警机，给俄罗斯造成了高达70亿美金的损失，瘫痪了俄军34%的战略巡航导弹的运载能力。俄罗斯的军事博主惊呼，这个就是俄罗斯的珍珠港事件。一次代号蜘蛛网的行动用长达18个月的时间精心筹划，由泽连斯基本人亲自监督。这个不仅仅是一次军事打击，它更是一部精心编排的谍战大片，彻底改写了我们对于战争、对于国家安全乃至于对于大国脆弱性的认知。今天让我们深入剖析蜘蛛网行动，看看乌克兰人是如何织就这张大蜘蛛网，以及它将如何深刻地影响未来的战争形态，特别是我们关注的台海局势又意味着什么。蜘蛛网行动并非横空出世，俄乌战争爆发初期，乌克兰在远程打击能力上，面对于俄罗斯的这个巡航导弹、弹道导弹、战略轰炸机，几乎是束手无策，没有还手之力。但是困境往往是创新的催化剂，乌克兰的工程师们硬是把最初用于这个侦察零星攻击的这种商用无人机一步一步迭代升级，从战术骚扰逐渐演变成了能够执行战略任务的利器。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不对称作战的思维，你强在传统的重拳，我就用灵活的小刀片来专攻你的软肋。蜘蛛网行动的操盘手正是以神秘跟高效著称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为了这个行动， SBU 精心准备了超过1年半的时间，这是何等的战略决心跟耐心。据说连 SBU 的局长马柳克中将都亲自操刀，泽连斯基是亲自直接来监督这个任务的执行。这样一种级别的关注，通常只会给予那些关乎国运的重大的战略级别的行动。其实他们的目标也非常的明确，不仅仅只是要摧毁俄罗斯的几架轰炸机，而是要打通俄罗斯，打乱其战争的节奏跟部署，甚至要影响战略决策跟整个战争的结局。更有意思的是，泽连斯基曾经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 SBU 在俄罗斯某个地区的行动办公室就在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办公室隔壁。这个虽然有可能是开玩笑或者是某种夸张的说法，但其实也暗示了乌克兰情报机构渗透俄罗斯的这个深度跟行动的大胆。那么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贝尔亚、奥列尼亚、吉加列沃跟伊万诺沃这4个俄罗斯的空军基地呢？因为所有这些基地遍布在俄罗斯的东西南北，最远的深入了西伯利亚的腹地，距离乌克兰边境数千公里，他们都是俄罗斯战略航空兵的核心的机场。驻扎的这些图 95MS 跟图 22M3 轰炸机，正是向乌克兰城市跟基础设施发射远程巡航导弹的主要的作战平台。A50 预警机也是这次行动的目标之一，这是一种被称之为空中指挥所的这个飞机，俄罗斯本来数量就不多，这一次行动折损大半，想要补充新的战斗机基本上是难上加难。而且从一开始，乌克兰的行动目标就非常的清晰，首先是要实质性的削弱并且直接攻击俄军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其次是要迫使俄罗斯投入更多的资源保护它的后方基地，从而能够实现资源牵制的目的。最后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是要打破俄罗斯战略后方绝对安全的这样一种神话，将战火烧向其本土的深处，让每一个俄罗斯平民都感受到心理的震慑。所以这一次行动跟以往在前线打那些坦克战或者是打火炮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种指导对方黄龙的做法。当然，如此复杂的行动，很多人都会问有没有外部援助，比如说美国的这个情报或者是北约的技术支持。
乌克兰的官方包括泽连斯基本人都强调这是乌克兰独立完成的成就，而美国跟英国的媒体也援引消息称美国政府事先并不知情。不过考虑到行动的某一些高科技的环节，比如说潜在的抗电子战的一些组件，非常精确精准的这些情报的获取，其实是不能够完全排除某一些大国在背后提供间接帮助的可能性。比如说可想而知的这些商业卫星图像的共享，或者是军民两用但是具备抗干扰能力的一些电子元器件的供应等等。但就算是这样，也不能够否认乌克兰本次行动体现的这种惊人的创造力，更多的是他们非常巧妙地利用了全球化的技术生态系统。背景我们非常清楚了，但是魔鬼呢，往往隐藏在细节当中。弱小的乌克兰究竟是如何用这种非常便宜的几百美刀的玩具而戏耍了非常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呢？有几个核心的要素您必须要了解一下。首先，这次行动的主角是 FPV 无人机，也就是第一人称视角的无人机。这些通常是小型的视轴或者是固定翼的无人机，操作员呢通过头戴显示器实时接收无人机传回来的这个画面进行操控。乌克兰在战争当中其实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早已经是改装跟生产这类神风攻击无人机的行家。用这种无人机的好处是什么呢？首先是非常的便宜，成本效益惊人，一架这种无人机成本最多也就是几百到1000美刀，但他们攻击的目标，一架战略轰炸机至少数千万美刀，一架 A50 的预警机更是高达3.5亿美金。乌克兰方面声称这次行动给俄罗斯造成了高达70亿美元的损失，这样一种高到离谱的投入产出比简直是军事史上的奇迹。其次是精确打击，这些无人机搭载了爆炸战斗部，有些消息指是 RDX 速性炸药或者是巨能装药，专门瞄准了飞机的油箱、发动机或者是挂载导弹的那些翼下挂架那些非常脆弱的部位来攻击。我们知道无人机本身的航程通常只有5到15公里，非常有限，哪怕是最先进的光纤制导的型号也只能够达到30公里，但这一次攻击的目标远在数千公里之外，这个恰恰说明了这个蜘蛛网行动的精髓所在。他们非常创新的把这些廉价的短程的无人机神不知鬼不觉的运送到了这个目标的跟前。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到本次行动当中最具有创造性的部分，也就是所谓的小木屋卡车发射系统。我们拼凑各方信息，大概可以知道 SBU 呢将无人机及其发射装置非常巧妙的隐藏在普通卡车上的移动木屋，或者是特制的集装箱，或者是一些伪装的小房子里面。这些卡车在公路上看起来就是非常普通的民用车辆或者是货运的卡车，他们大摇大摆的在俄罗斯境内行驶，甚至有可能停靠在加油站或者是高速公路旁边，悄无声息的接近戒备非常森严的俄军空军基地。据称 SBU 事先将无人机的零部件拆解以后，分批走私运送进入俄罗斯境内，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这个据点进行组装。有俄罗斯军事的博主声称，在靠近哈萨克斯坦边境的地区发现了这些用于组装无人机货箱的仓库。组装好的这些无人机会装入货箱，挂载进有当地牌照的这个卡车，运往预定的地点。预定的时间一到，这些小木屋的屋顶或者是侧板就会被远程遥控打开，无人机群一飞冲天，直扑目标而去。那这些发射货箱还设计了自毁的装置，在无人机发射完毕以后就会引爆，销毁一切痕迹，让俄方难以追查。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就是在摩尔曼斯克地区，一名被拘留的俄罗斯卡车司机，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车上运的是什么。这个细节凸显了 SBU 在行动保密跟信息隔断上的老道。那这样一种小木屋卡车战术是非常典型的不对称作战的思维，用低技术含量的日常化的伪装，结合非常复杂的远程操作跟预先的部署，非常成功的克服了长距离跟绕过敌方强大防空系统的挑战，通过实现了一个出其不意的抵近了对方的战略目标，它非常有效的抵消了俄罗斯非常强大的各种常规的防空体系的优势。
那将无人机跟发射系统运到俄罗斯腹地本身就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背后必然是有一张非常复杂高效的情报网络跟后勤网络。首先就是渗透跟接应，这意味着乌克兰的情报单位在俄罗斯境内有着非常可靠的人力情报跟信息情报收集的能力，以及非常完善的安全屋跟支持的网络。他们对于俄罗斯的边境管控、内部的运输路线、空军基地的布局跟安保协议都了如指掌。当然了，行动成功的关键是保密，在长达1年半的这个准备周期内，要维持如此大规模行动的机密性，本身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反情报的成就。那要想成功，无人机的控制跟导航，以及如何能够有效的对抗俄罗斯的电子干扰是另外一个关键。那无人机需要实时把这些画面跟视频回传，操作员才能够控制无人机。考虑到这些发射点是在俄罗斯境内，而操作员有可能是在乌克兰，或者他们是在当地完成部署以后撤离俄罗斯，所有这些都需要非常强大的通信中继系统，很有可能是通过本地安装的这个信号中继器结合卫星通信加密视频链接来完成的。但是有一种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说法是，这些无人机是利用了俄罗斯自己的这个当地的民用电信网络来遥控的。那这样一种说法究竟是真是假，现在就不得而知。有消息称，无人机使用了自动寻敌导航系统，甚至运用了 AI 进行目标识别跟末端制导。比如说，它能够自动的区分不同型号的飞机类型，它能够自动瞄准油箱、发动机等等要害部位进行攻击。泽连斯基提到，总共有150架无人机，实际投入作战的可能是117架无人机，每一架都有自己的飞行员。我相信这不太可能是有117名操作员在乌克兰远程实时操控。更有可能的这个情况是，操作员只是负责监控这个预设的航线，或者是在末端通过中继的画面介入指导。无人机本身应该是具备了非常高度的自主攻击的能力，唯其如此才能够有效避开俄罗斯的这个电子干扰。那面对如此打脸的袭击，俄罗斯官方的反应当然是非常克制了。俄罗斯国防部承认部分地区的军事机场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算是间接证实了乌克兰方面的卡车近距离发射击毁了对方战略轰炸机的这种说法。俄罗斯国内的一些军事博主的反应要激烈很多，他们报道了多架图95轰炸机的损失，称之为无法弥补的损失，是对俄罗斯战略空军力量的严重的打击，并且将袭击的成功归咎于这个俄罗斯严重的情报失误跟对于航空装备的疏忽的态度。事件发生以后，其实俄罗斯也曾考虑在全国范围内禁止卡车的行驶，更有人称6月1号是俄罗斯远程航空兵的非常黑暗的一天。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蜘蛛网行动给俄罗斯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冲击波，而这个恰恰凸显了蜘蛛网行动的杀伤力。它不仅仅只是摧毁了对方的战斗机，更是沉重打击了俄军的士气跟自信。所以我们看到蜘蛛网行动的核心逻辑就是将不对称作战发挥到了极致。它证明了战略级的打击效果不一定非要使用战略级的昂贵的武器装备。蜘蛛网行动的成功是降低了发动精确打击的门槛，相当于让战争的这个平民化趋势体现得更明显，而且加速了。我们看到蜘蛛网行动不仅在物理上摧毁了目标，更在心理上，在战略认知上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这个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消耗战，而是直指要害的点穴战。如果我们把蜘蛛网行动的这些细节碎片一块一块拼凑起来，就会发现现代战争当中所谓的战略纵深跟后方安全可能已经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幻觉。想象一下，除了俄罗斯以外，其他一些同样拥有广阔国土跟众多高价值战略目标的国家，比如说中国跟美国，如果遭遇类似的蜘蛛网会怎么样呢？这里我想把乌克兰的蜘蛛网跟中国的9天超高空无人机系统简单做一个比较。那蜘蛛网代表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创新，它利用现成的廉价的商用技术，通过绝妙的作战构想跟大胆的执行力，四两拨千斤，实现了非常好的战略目标。它的核心是智取，是用脑子打败肌肉。
而9天的系统是代表了一种自上而下的由国家主导的技术碾压，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无人机蜂群的系统工程。设想一下，由一架超高空长航时的母舰无人机携带并释放大量的小型无人机组成的这个蜂群，来执行侦察、电子战、精确打击等等不同的任务。它的核心就是力敌，是使用技术的代差构建绝对的技术优势来碾压对方。蜘蛛网的行动对正在全力发展9天系统这类高精尖无人机的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警示。首先，我们发现技术先进不等同于绝对的安全。9天系统再先进再厉害，但是如果我们的战略机场、港口、导弹基地也存在类似于俄罗斯这样的安保漏洞的话，也非常有可能会被对手用蜘蛛网式的低成本高隐蔽性的手段渗透和打击。其次，我们会看到非对称威胁也具有普遍性，能够发动蜘蛛网式攻击的不一定非得是这种核大国，它很有可能是一些资源有限但是情报能力强、敢于冒险的中小国家，甚至是非国家行为体。我相信蜘蛛网跟9天代表的是无人机战争发展的2个非常不同的路径，但是他们都指向了同样一个未来，就是无人机蜂群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的主宰。一边是依靠奇谋诡道、化腐朽为神奇的这种游击战士的这个蜂群，另外一边是依托了尖端技术体系化作战的这个正规军的蜂群，两者都是极具破坏力。那这样一种草根智慧对决高精尖的戏码，如果我们在最关注的地区上演，又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象呢？现在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最牵动人心的台海，如果台湾对大陆使用蜘蛛网的战术，会发生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台湾在积极发展的不对称战力包括各种无人机，而试图构建刺猬战略。那蜘蛛网的战术，我相信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战力，而且大陆沿海省份的军用机场、港口、攻台部队的集结地、关键的雷达设施跟后勤枢纽等等，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虽然对于大陆的腹地想要成功实施类似于蜘蛛网的行动，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解放军有严密的内部的安保、无处不在的监控、强大的反情报能力跟多层的防空体系，所有这些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但是我想说的是，即便只是1-2次的小规模的成功，也会产生非常巨大的战略跟心理效应，它会证明台湾同样具备直接威胁大陆本土重要目标的能力，从而能够提升其嚇阻能力，迫使解放军在制定攻台计划的时候，必须要将这样一种玉石俱焚的风险纳入考量。我想对于台湾而言，如果真的要采取此类行动，将是极高风险的战略赌博，因为实际的执行不仅要面对巨大的军事跟技术的挑战，更有可能触发无法预测的连锁的反应，导致局势全面失控，并且有可能招致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压倒性的反制跟报复。其实类似的，中国也有可能针对美国来使用蜘蛛网的战术，比如说在美国的铁路货场、中国拥有的港口，或者是近海的集装箱船上停在随机地点的卡车集装箱里面，突然喷涌出成千上万的无人机。这种无人机的蜂群作战呢，也能够让美国战略空军的一些王牌武器失去基本的作战能力。我想无论是哪一方使用这种蜘蛛网战术，对于两岸以及中美的普通民众而言，都意味着一场噩梦的开始，因为它将彻底击碎任何关于战争有限、可控、不波及平民的幻想。当无人机有可能从任何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甚至有可能是你邻居的屋顶飞出来的时候，哪里还有什么战略后方，哪里还有什么安全可言？其实这种恐惧跟不确定性将会笼罩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即便蜘蛛网的行动，他们针对的是军事设施，但是你可以设想一下，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如果一旦无人机失控，或者它的目标识别错误，或者出现了附带的损伤，都有可能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台湾近年来虽然一直在加强民防演练，但是面对这样一种无孔不入的大规模的蜂群无人机的攻击，这些准备其实够吗？乌克兰的蜘蛛网行动其实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真相，就是在现代高科技战争面前，没有谁能够置身事外，平民的脆弱性被无限的放大了。
这个绝对不仅仅只是军事层面的较量，更是对于整个社会对于战争承受能力跟心理防线的一个极限的考验。我相信跟印巴空战一样，蜘蛛网行动在非对称作战领域同样具备了里程碑意义，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点。它会迫使我们重新思考21世纪战争与和平的实质。蜘蛛网行动证明了哪怕是军事强国最宝贵的战略资产，比如说这个轰炸机、预警机、固若金汤的这个军事基地，都有可能在廉价巧妙部署的无人机面前不堪一击。这样一种只需要投入几万美刀就能够造成对方数十亿美金损失的极端的不对称性，完全颠覆了传统的这种攻防成本的逻辑。当威胁来自于内部的时候，来自于你眼皮底下的这种小木屋卡车的时候，你部署在这个边境的那些非常昂贵的雷达跟导弹还有多大用处了？其实蜘蛛网行动会迫使各国都重新审视他们的点防御、内防。其实蜘蛛网行动会迫使各国都必须要重新审视他们的点防御、内部安保跟反渗透的能力。当我们看到117架无人机发动协同攻击的时候，即便还算不上是完全意义上由 AI 操控的自主攻击的无人机蜂群，但是也同样展现了所谓的数量即质量的一个非常可怕的战争潜力。未来的战场上很有可能是成千上万的智能化无人机在 AI 在算法的指挥下对目标进行饱和式的攻击。那曾几何时我们以为战略后方是安全的，但是蜘蛛网行动告诉我们，距离其实不再是护身符。从加固机库、伪装隐蔽到内部反间谍，每一个环节从现在开始都不能够掉以轻心了。蜘蛛网行动既为我们揭示了传统军事思维的盲点，也预示了未来战争的残酷。它告诉我们，创新、适应性和对敌人弱点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有时候比单纯的技术跟物质方面的优势更为重要。蜘蛛网行动投下的阴影绝不仅仅只是笼罩在俄罗斯上空，它像涟漪一样扩散，给我们每一个人都带来了沉甸甸的思考。面对这样一种防不胜防的低成本高威胁的无人机蜂群的攻击，在国家跟个人层面，我们又能够做一些什么来应对呢？欢迎您在评论区和我们分享您的高见。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请不要吝啬点赞分享，也欢迎大家订阅爱生的频道，您的支持是我继续创作的最大的动力。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